好，来看看今天给大家伙儿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合金弹头啊，因为咱们正常合金弹头通关啊，很多人都看说小狼合金3你做的最多了，合金弹头3是我最喜欢的合金弹头系列啊，虽然说它没有合金弹头叉经典，但是由于它的剧情实在是太丰富了有人诟病的合金弹头2和合金弹头叉呢，因为这两个游戏的剧情是一样的啊，是抄袭这个美国的这个独立日啊，独立日这个大片啊，独立日呢因为时间非常长，所以说呢在当时的 DVD 呢有2本，一本叫独立日 A， 一本叫独立日 B 啊，独立日 B， 所以说呢这个后来呢对吧咱们就觉得有点抄袭，但是合金弹头3出来之后，你会发现独立日它都已经是2010几年的电影了吧独立日22010几年了，它居然它的剧情跟这个合金弹头3挺像的，又反哺回来了，所以说1比1打平无所谓。那这次呢给大家伙儿带来的是平台 ID 没啥我不会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杏仔他也是师承我们的叶子大神大家伙都知道曾经小狼也经常解说叶子呀，还有当时的道哥这个道哥不是道哥你们懂就好了也是合金弹头全系列大神。这个叶子呢就是全系列大神，就是什么版本都会玩就包括合金弹头7、合金弹头叉都可以包括合金弹头6就不多说了那个道哥也是，包括双打之类的当然呢，咱们这个呢是来自于叶子的徒弟大家伙知道好，可以看到呢，咱们正常走这个非常规路线合金弹头3的路线非常的多，而且它几乎每一关都有路线。这一次呢，咱们玩的是合金弹头3代的轻版。轻版呢，也就是民改民改的话呢，虽然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就你要如果按以前的这个版来背的话，肯定是不好使的。但是呢，轻版有轻版的好处，第一，咱们可以存储这个存储这个子弹咱们还可以这个强行用这个对吧？你就可以攒但是呢，这个版本还是有改动，所以说呢，这个版本呢也更加的有难度。这个一命通关呢是代表合金弹头系列的毕业。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合金弹头的难度排名首先呢，咱们抛开6跟7还有叉不说，在街机这个代上呢，一共是有5代不算叉的话是有5代，算叉的话就是6个当然呢，2和叉其实一个剧情。那这个难度的排名呢，应该是最难是3代。排名第2是合金弹头5代这是2个最难的版本，剩下的呢相反这个都差不多1代的话呢，很多菜鸟由于不会打那个艾伦，也就是徐锦江，所以说呢就不太会玩，觉得1代很难。但事实上呢，由于只要你会打徐锦江就不会特别难了那当然在这里不多说，第一关呢咱们走这个巨蟹路线，摊分的话大家伙都知道要一定无论是哪个摊分都是要走水底路线的，而这个呢咱们是走的大闸蟹路线，然后呢回到 BOSS 呢是大闸蟹中的大闸蟹就是巨蟹，这个螃蟹大概是有370多岁这螃蟹呢你煮也不好吃了这个肉比较柴它肉是比较柴你知道吧所以说就这个情况对，3代的分支也是非常多，而且只有3代才是第一次才把这个丧尸的这个剧情加入进来虽然说很多人说小狼我不对，2代也有这个丧尸其实呢2代呢并不是所谓的这个丧尸2代呢虽然说跟生化的这个有点关系，但是真正的丧尸不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丧尸就咱看的那个是什么，有点像那种小怪物了所以说不像，还能自爆。说这个你看，这就是丧尸关卡，而且隐藏路线非常多，这其中包含什么雪人路线什么的甚至包括后续的合金弹头4，包括合金弹头4的改版什么的都有这个运用这些东西。当然合金弹头2的它的这个木乃伊也是确实很有意思，当时也是吸了不少粉丝。而合金弹头3也有木乃伊路线，在分支路线所有分支路线当中甚至还有什么攒电池木乃伊路线等等，咱们可以看到直接走到了这边的一个隐藏路线，这是轻版专用轻专，甚至呢咱们当时玩合金弹头3的商店版也是一个民改民间改动版，也经常看到过这个视频。当然咱们先不多说这个路线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好，那当然咱们的这个杏仔呢也是非常贴心的给我狼赞助了一手，所以说我狼呢这个决定出卖自己的灵魂与肉体。这个合金弹头3呢轻版，如果说你要一命通关的话呢，也确实是意味着你对合金弹头这个游戏的这个操控是可以算是毕业了算是高中毕业了。
那之所以你要成为大学甚至是博士后呢，你就要全系列，甚至是全玩法，比如说速通，比如说这个进进这个进那个都有啊，包括最狠的是进什么呢？最狠的就是摊分还有这个各种进比如说进雷、进人质、进载具当然这里面咱们还可以进子弹但是呢你要知道进这个人质呢已经进了大部分的子弹了但是咱们就不多说。这个咱们走这边这个路线看起来好像略微的简单一点因为咱们没见过这个路线，所以说这个情况咱们走这个路线的话，可能就跟这个雪人就是 S 曼也叫冰人嘛其实没什么关系了，我们管它叫雪人吧直接就是来到了秦皇岛来到了这个桃谷六仙外加这个外加这个小伙伴的地方就是那个小伙伴呢，他大概有点像我们男性身体某一个器官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好，这里面我们看看桃谷六仙的话，他选择要变身，先是等他吐出来一口大粘痰之后，回身一炮把他打死。那个药丸放在那里不要动。桃谷六仙呢有一个非常快的秒杀方法先是一手呜，然后再一手呜一手呜往前走一步对吧？然后回身一个转身。他直接吃了扔雷，直接扔雷秒掉。桃谷六仙打掉一个、2个、3个、4个，好的，全秒掉。桃谷六仙的所有的魂魄呢，进入到了地底下之后，直接就是一手贯转钩这手贯转钩就是很多人说小狼你这个解说吧，我们还有孩子呢，对吧？我们经常有一些那个人跟小狼说那个小狼你看我儿子最喜欢看你解说的合金弹头系列了我儿子今年才6岁什么的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说的那么猥琐？其实我是在给一些这个年轻的小孩子做一些生理常识。你看它的形状难道不像吗？对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大伙儿知道吧这个一定要注意卫生一定要注意卫生。你看像咱们这个对吧？这个祭坛这个装置，它就非常注意卫生，非常的干净，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干净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如果要是你保护不好的话，以后你还要去医院把它割了，是吧？这个就很难受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就是这个意思甚至有很多人说了我看你视频长大的我今年70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就在看你解说了。所以说像这种小伙伴呢，既然过了70多年了，你也就不要害羞了，好吧？是吧？好，可以看到青版在这里走这个路线看似挺简单，其实挺磨叽因为这个桃谷六仙呢，第一没有秒掉，第二呢，咱们雷呢去秒桃谷六仙了，然后呢又打这个贯转钩呢是用小手枪全程去打，还没有连发工具这个有点东西但是由于呢咱们玩的是困难难度，所以说还是挺好的。最终一手火山喷发，这个我们管这个叫龟裂这个叫龟裂没毛病Mission to complete。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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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丢武器？咱们这个轻版呢是把合金弹头后面的系列比如说这个 PSP 上的这个系列拿到这里面了。其实合金弹头你会发现原版合金弹头它只有3个按键有用，第一是 A， 第二是跳，第三是手雷。而正常呢，咱们游戏机基本上都是有4个键子，甚至如果你要玩卡普空某些系列比如说类似于像白色小内裤的娃娃，比如说你要玩那个街霸的话，它是6键那你想想对吧？这个6键怎么说？怎么说？对吧？那就要有用处。而这个后面这个轻版就是把后面几代的这个换枪的这个能力给拿下来了。好的，不直接进去，咱这样的话呢，应该是要走这个嘚儿逼鹤路线嘚儿逼鹤路线的话呢，我没有记错，它应该是一会儿等一手。这里面呢，咱们是把子弹全留的 H， 也就是 Hurry Machine 的。对吧？梆梆梆梆梆梆！好，看看，按住 D， 左丢枪，右丢雷，上存枪，下强制出刀。强制出刀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经常就是说我拿刀想捅这个东西，怎么捅捅不了，对不对？如果用轻版来摊分的话我感觉更恶心一点，因为它可以强制出刀好，看看嘚儿逼鹤路线。嘚儿逼鹤这个路线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鹤的话呢，它有个地方你跳不过去，然后呢，这个系统会，因为它知道你跳不过去，它不会那么赖，它会强制从天上天降一个神鹤出来。你要是没有的话，梆梆梆梆梆梆梆。
大家伙为什么要管这个叫德尔比赫路线呢？沙漠里的最后一只鸵鸟啊！你看，哎，这个跳非常的远啊，有这个载具啊，何患无期啊，对不对？哇！好，这里面呢是一会儿嗨马化腾啊，小马哥，小马哥拿着一个大哥大，然后直接两个，哎这里面为什么会给一个？为什么会给一个娃娃，给一个5000分的娃娃？太抠了啊！原来马化腾的娃娃也是山寨的，因为真正的娃娃是5万分啊，真正的娃娃是5万分，它只有5000分，所以说非常抠，对吧 ？OK， 好，来看看娃娃啊，这个这么打的话呢，咱们是没有载具的啊，看没看见？没有载具的玩法呢，就一定要靠躲了，知道吧？这正常的玩的，他拿的是 laser gun， 所以说还好。这个子弹呢是穿透不过来。正常的咱们好的，直接等他一手，一顿炸，一个镭射眼，然后反跳回来。这里面啊，一定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如果有载具的话，打这个 boss 几乎就是非常的简单。你看这里面的话，咱们是要拖在屏幕最左边，这样的话，它的热导导弹呢对咱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看没看见？啊，好。还有石歌手雷，他放热导导弹的时候呢，站在最远处啊，可以把热导导弹直接吸到屏幕外面，所以说无所谓。看没见他频繁放这招的话，你要是没有办法输出，但事实上呢，你可以选择，如果你有这个载具的话啊，可以利用载具的这个无敌，然后直接一搞镭射眼，好扔雷，还剩一发。困难难度啊，还是有点难啊，因为困难难度的话，你会发现它确实是。这个受伤啊，伤害非常扛，非常的扛的啊。好，给了很多补给，但是这个子弹啊，别看它是自导导弹，别看它是自动跟踪型的导弹，但是它实在是攻击力有点低。好，人没有雷，镭射眼，反跳，一砸，好，直接砸爆。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摩顿将军设计的这些机器，尽管攻击力非常强大，但是智商堪忧啊，对吧？我站在你身上，你都没有反制能力的，你不会给自己来一个强行的滋，对吧？把自己身上过一个电。Mission 4 Star， 这关音乐我最喜欢了啊！摇滚啊！中东的这种风格，外加摇滚，非常的应景。这个音乐也是合金弹头非常经典的音乐之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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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京中有善口技者。好，这里面啊，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总以为这个同样的这个机枪花生粒儿，就现在咱们管这个叫花生粒儿啊，因为它是长条的啊，花生粒儿的子弹和这个小米粒儿子弹，到底哪个子弹的攻击力高？啊，肯定认为这个子弹呢，它的这个块头大啊，攻击力高，事实上是一样的。啊，这里面居然有一个 Thank you， 有个老头会发哈多肯。不要小看这个哈多肯啊，这个哈多肯呢，虽然说攻击力不高，但是射速非常快，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帮助咱轻击小兵。如果老头离得近的话，还会旋风腿。他这个旋风腿跟那个拳皇97里面，我感觉，哎，你们没发现吗？这个老头跟那个拳皇里的那个镇元斋，其实是有点连相的啊。长得虽然说不是特别像啊，因为他是战俘，但是呢有点像，尤其是他练那个旋风腿的时候啊。这骆驼说句实在话啊，这个哎。兄弟们啊，这骆驼好像是分2种吧，就是大体上我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有那种就是那个它背上不是长咪咪嘛啊，长那个驼峰，有那个单驼峰的，还有双驼峰的。
是不是啊？有没有人骑过骆驼的啊？我是见过骆驼，但是我觉得味儿太大了啊，我是不想骑啊，因为我们动物园就有这个。但这个骆驼呢，咱们这个骑的好像是单峰的骆驼，我不知道大伙懂不懂。好，直接放走啊！这骆驼跑的速度跟狗一样啊。好，我们看看走哪个？是走上方路线吗？好的。他选择走上方路线，没有走这个下方。下方路线也有不一样的路线走。这里面呢也有好几个路线啊，兄弟们啊。首先我们管这个叫什么路线呢？你可以叫食人花路线，你也可以管它叫蒲公英路线。因为大体上来讲呢，食人花死了之后会变成蒲公英，蒲公英死了之后呢，对吧，就死了啊。当然，如果它蒲公英你不去管的话，它可能会复活啊，都晓得吧啊。这个老头发波的瞬间像安迪的 slogan。好，看看，老头都不吃了，有了老头没有用，对吧？老头还会体术，当然呢，他还会旋风腿的啊。没见过老头旋风腿，那是真的是没见过。Arbitration F 燃烧弹。一会儿可以直接跳过去，然后也可以选择走下方路线。好，哎呦这个食人花和这个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那个食人花是不是挺像啊？就颜色不太像。好了，这个蚊子说句实在话，如果没有这个子弹的话，我觉得是挺难的啊，或者是燃烧弹的话，真的。好，我们看看一会儿摇不摇。如果他一会儿摇的话不摇了，不知道啊，应该是不摇了，直接过图啊，直接过图。如果他摇的话呢，咱们可以再进入下方啊。打日本武士路线是的，有这一关的，咱们有搜集电池的路线，有这个武士路线啊，还有虫子路线等等啊。搜集电池那个其实挺有创意的，搜集电池你可以选择就是直接就是。对吧？就是搜集，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大家伙玩过《求生之路》的第一代吧？啊，不，说错了，《求生之路》第2代的这个第一关啊，就是你为了在那个购物中心里面，你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你让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这个跑车呀跑出去。好，那个鸟窝怎么才能吃到，兄弟们啊？好，直接见 BOSS， 来自于我们的。整个游戏最难的关卡啊，就是这个游戏最难的关卡，就是困难难度的这个狮子头。我们很多人管这个叫太阳神祭坛啊，但是你叫狮子头也无所谓。它最难的就是当它受到伤害达到75%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非常恶心的东西啊，叫做小黄。哎，看没见？就这个小黄，前期呢，由于它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啊，这个小黄呢。它的这个攻击力啊，还这个速度啊，还不是特别快，所以说呢，还有不是那么难。但是呢，咱们有一个非常稳妥的玩法，就是卡龙。如果你卡龙成功的话呢，打这个 BOSS 啊，就基本上非常简单了啊。但是呢，你要卡不中的话，就很嘚。我们看看要不要卡，没有要卡的意思，没有要卡的意思。好的，轻版不敢走同路啊。其实也是啊，有的载具是他那时候载具随机的，所以轻版才有一定的这个玩法不同。不过呢，他走的这个路线是简单路，我感觉是简单路线。好的，小白啊，小黄的话呢，有的时候不要乱跳，你可以蹲啊，但是不要跳，你一个不小心跳的话就会死。怎么不卡龙？因为不想卡的啊。卡龙的话呢，不得不承认卡龙是有技巧的啊，也不是说100%会成功。但是呢，一旦你卡龙失败了啊，对吧？你会浪费时间，对不对？好，Hermachine Gun，这里面呢，你的手雷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你的手雷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你要，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懂啊？好，大金币，赶紧跳走。金币这个必杀呢，它设计的非常有意思啊，但是呢，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也不指望用这个金币来刷分，它也给不了多少分啊，你知道吧？啊，谁发现可以卡的？那我操，那这个游戏咱就不知道了啊！小黄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候到了，跳啊！这个他在那个位置发的话还有点简单呢。刚才在那个位置发呢，其实就可以用跳了，因为他发的位置如果在中间的话是非常恶心的啊。
在中间的话，你是真的左右都没法躲。这我们管这个就叫龙魂啊，其实呢就是这个太阳神的他的这个龙魂，这个龙好的在中间发，好左右一个跳，反身位一跳，很难，又是小黄直接爆了。这个小黄如果没打死的话啊，我感觉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死了，兄弟们啊。好，可以看到啊，来自于我们的幸仔啊，也是过了这个游戏当中最恶心的关卡。卡隆呢就不算了啊，卡隆不好整啊。梆梆梆梆梆梆，好，大哥，你搞我，你在这个地方居然给了一个火箭，你想让我上天呢，兄弟们啊！好的，最后一关，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前面用了20分钟，然后现在就是最后一关了。当然，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不能算是最后一关的，因为呢，你可以你这它虽然说显示是最后一关。但是呢，你可以理解为这关打完那个假的 Modern 将军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再上天又是另外一关了，也无所谓啊，也无所谓的啊。暗示火箭了，我就暗示了，怎么地吧？啊，我这个人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的嘛啊，是不是？那我直播为了什么？我不为了火箭，我为了超级火箭我直播吗？啊！在座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如果你们不送直播间的话，我一辈子不学尼亚亚了。怎么说啊？我拼了啊！怎么可能？我狼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样要礼物的人吗？暗示的人吗？明示的人吗？啊，很明显不是的啊！我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啊，这个情况。好了，感谢我们的季贤杜能哥一手办卡支持我狼，哎。有点东西啊！感谢弹幕的一些不要个逼脸的那种啊，那种不要个逼脸的那种什么什么啊，那种虚假火箭信息啊，用表情妄图冒充火箭，让我感谢一下子啊！这种选手，我只能对你说一声，对吧？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啊，对不对？飞机都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飞机这个事儿吧，该要有点要，对吧？该打飞机的时候肯定不能不打，对不对？啊，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可以解说，包括之前大家伙说那个战斗回路啊，我也可以给大家伙解说一下啊。战斗回路呢，其实我自从玩了 LNS 啊，我就发现啊，战斗回路的人物啊挺有意思的啊，有机会可以给大家伙玩一下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可以找这个高手玩这个。名将的1v4版本，但是现在我手里没有这个录像。名将呢，这个1v4版本的话呢，如果有谁打得好啊，可以投稿的啊，可以投稿的啊，不着急啊。很多人说他为什么老把飞机给扔掉的？因为在这个陆地上的补给呢，会有这个飞机给咱们的，有很多地方呢会有无敌位。其实呢，如果你要会玩的话，你卡这个飞机，一会儿那个小 boss 也有无敌位的，所以说不要害怕。你看他在这个。最右边屏幕朝上一点的那个位置还没有到顶啊，就是非常的安全。还会给一个直升飞机。好，来看看这个直升飞机其实可以卡一个无敌位，我们不太清楚啊，怎么卡这个位置？咱们看看这个小兵发射的这个炮弹，你们看没看见？刚才那个小兵发射的那个炮弹，哎，就这个炮弹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前面还是红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正常子弹前面应该是光滑的啊，但是它这个子弹前面还有一个凹陷，有点像马眼，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你有一双马一样的眼睛啊，对吧？就是它那个形状，我不是你说到底是我淫荡了，还是说我邪恶了？我不太，就我的想法是，它肯定是有，对吧？它不可能平白那么设计的啊，知道吧？这个小日本非常变态啊，他做游戏肯定是，由于他过度的生殖崇拜，所以说能晓得吧？啊，他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你看，你们看一下这个炮弹，哎，你们看一下啊，你看我到底有没有说谎的啊？啊，为什么 ？Why? Malfallen， 对不对？你正常的炮弹是这样的形状吗？啊，哪个国家的炮弹是这样的形状的啊？对不对？
嘣。好，哎呦哇，这一个手榴弹直接扔到螺旋桨上了啊！啊，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如果这个手榴弹打着火了，扔到这个飞机快速飞的螺旋桨上，这个螺旋桨呢速度非常快，然后力度非常大，直接把这个手榴弹给搅碎乎了，那这个手榴弹还能爆炸吗？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啊。噔噔噔噔噔，你看这个日本的游戏啊，设计的非常好。早年间我玩了很多游戏，比如说《电车之狼》，比如说啊这个人工少女啊人工学院什么波动少女之类的，会发现啊这个一旦啊这个它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一旦要快死了或者快不行快呲了快那个拉倒的时候，对吧？他就会变红。你看这里的游戏啊，日本人设计游戏都是一样的。这个人物快死了，你看他也要变红了。咱们的虚拟将被打红了之后，也就是说快拉倒了，对吧？他这个设计啊，也是肯定是有暗示的。我告诉你，不是说我这个人非常邪恶，你们想，你细想，你品，对吧？文雅婷、尾行、失乐园。好，直接打爆了，红了，看一下，直接红了啊！怎么又白了啊？怎么红了呢？怎么又白了呢？防冷涂的蜡啊！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加，是不是？好，来看看，这也有Modern 将军的火箭准备升天，他其实要跟火星人合作的感觉吗？其实不是的，这个 Modern 啊已经被这个 Modern 将军已经被这个火星人假冒了。他已经被抓了，被抓完之后呢，被假冒了之后呢，你懂的，你懂我意思吧啊？然后呢，这个利用他的身份啊，利用他这个身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行这个祸乱之实。但是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第二代和第X2代啊，它的剧情是摩登将军呢已经被火星人出卖一次了啊。被出卖一次呢，由于咱们的出色发挥，是把这个摩登将军给救下来了。尽管呢铁板落下来之后把他砸了个半死，但是呢咱们确实是把他救下来了。而救下来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他们怎么又能冒充这个摩登将军呢？啊，看来呢救的这个摩登将军啊应该是假的啊，对不对？你想，在第二代啊结尾的时候，是不是从空中直接摩登将军就掉下来了？一个铁板砸下来，那这时候这个摩登将军是不是已经被火星的特种兵直接克隆了啊？直接就是啊，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模仿了啊，有这个模仿的能力，生物模仿。他这一模仿，结果呢是吧？咱们以为赢了，但事实上呢，在第3代的时候，这个火星的这个坏人啊，这个坏的火星人他就开始酝酿，开始是吧？对不对？啊，我才想明白这个剧情，对吧？我这个解说怎么样？啊，你听你郎解说啊，绝对是能学到很多姿势啊，学到很多姿势，对吧？扔下来的时候能看出来裤衩不一样啊，你飞鱼也是眼神非常不错啊，要细节地，对不对？6代呢，在街机里是没有的，可以选择让高手打出一个视频，然后呢发送到我的邮箱，我打开我的 Port， 对吧 ？Port Player， 然后呢给大家伙做解说，这都是小事儿。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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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突。他这个排雷确实炸不死人，我就想说，你能不能先把这个机枪给炸了啊？要没有这个机枪挺难啊，这个游戏知道吧？啊，康定情歌就是第6代，康定情歌 Remix 版，对吧？好了，再突突。梆梆梆梆梆梆，好，往回跳。这突突的，它这个小紫豆子子弹啊，就是感觉有点像快速射速的手枪子弹一样，啊，也是利用直接爆了，刚想下弹，啊！好，还把眼罩摘了啊！还把眼罩摘了，模仿的非常像。好，他真正的目标是为了抓走咱们的 Margo。Margo 的 CP 应该是 fail 啊。
一个戴帽子的小女生啊，人气非常的高。费欧的这个实力应该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最强的一个。如果在后面几代的这个设定，抛开莉安娜不说，抛开刷分的能力不说啊，这个费欧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弹药补给是最多的。同样吃一个补给，他补给的是最多的，而拉尔夫补给的是最少的。如果论特技的话呢，像 Margo 的话，原始射击比较屌，嗨，上天这么多的这个，对吧？上天这么多的这个火箭，但是只剩下咱们的这个费欧了啊。非常的轻版就是改版啊，其实就算是改版。当然呢，轻版一般来讲呢是不在原有版本的内容上不会改动太大的内容的情况下，然后增加了后面几代应有的功能啊，是这么一个设定啊，这么一个改版。它并不是魔改啊，并不是什么无双什么魔改的版本。你像很多这个合金弹头4都魔改了。比如说合金弹头4的最后的弹头啊，什么的啊，你会发现它的剧情、它的设定全都魔改了啊。而轻版呢，就比如说咱们再说一个最经典的轻版吧，比如说《战国传承3》，它的轻版其实无非呢就是首先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对吧？你可以直接这个爆气，你可以直接选择百鬼，而不用说招降了他们之后，然后再选择百鬼，能晓得吧？啊。噔，背景里我方队友全被击落了，但是呢，你的视角啊只有那点儿。事实上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就 Modern 将军的士兵啊。这里面呢，你要论起来哪一个，就是很多游戏的反派呢都非常值得尊敬，也非常搞笑，也非常幽默。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比如说合金弹头里的这个万年不变的反派 Modern， 这个 Modern 将军啊，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而且他的士兵和这个。他的士兵还有他的这个头马，也就是艾伦，都非常的尊敬他，都非常的听他的话。所以说这个反派是有人格魅力，对吧？非常有人格魅力。比如说前2天解说那个惩罚者的这个惩罚者游戏当中，他最后的这个反派叫做金并，也是反派当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没有特殊超能力的普通人类。啊，愣是非常的强悍，居然把蜘蛛侠都给杀死了啊，非常的牛逼啊！大家伙能理解吧啊？这里面一定要浪费一个肩膀啊，浪费一个肩膀，然后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傻干啊就非常的爽了。这个傻干呢就是。单发傻干，其实单发傻干呢比这个双发傻干呢要合适一些啊！你可以看到上面还有很多这个火箭都碎了，然后呢，很多莫顿将军的士兵呢漂浮在空中，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上去的啊！现在咱们要忍，把2个球聚在一块儿，然后直接，大哥啊，这2个球怎么不在一块儿呢？老嘚儿了啊！先打爆一个，正常的话现在已经2个人全爆了啊！Remix 今天没有视频啊，我没有视频，而且西游那个 Remix 的话，他妈的还有那个噩梦版啊，好多人看不懂啊，可能还觉得有点玩赖，各种无敌，各种高伤害秒 BOSS 什么的啊。好，看看，对呀，人类这个种族也是啊，就现在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伙讲啊，就如果一旦啊，有内部矛盾了怎么办？就要用外部矛盾来化解。政治就是这样的啊，但咱们不谈政治啊，我就点到为止。比如说 America 啊，对吧？就日本人说话就是 America 啊，是吧？现在什么感觉？你就想一细想啊。就是一旦这种情况，就要以外部的方式来转化内部矛盾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个，无论这个 Modern 跟咱们的这个主角团队跟这个政府军有什么样的这个深仇大恨。但是当火星人狗的时候啊，咱们也是会团结到一起。很多人总以为这个，因为1代叫越南战役，它并不是这个设定啊，它是另外的，应该是个 Nazca 那个公司做的。后来 SNK 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剧情改成这个样子了。事实上呢，就是你如果按照正常来讲，它最开始莫顿将军是有原型的啊，不过现在来讲就没有什么原型了，因为剧情完全就改了。改了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这个。对吧？其实咱们才是所谓的政府军，而莫顿将军呢也是政府军（括弧他叛变了啊，他叛军，他叛变也是有苦衷的啊，但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在太空放屁有没有声音？在太空就是没有声音的啊。
不，理论上来讲，在空气稀薄的太空当中，理论上来讲也是有声音的。但如果要是在真空的环境下呢，它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声音。但是呢，它可以接收电磁波啊，电磁波可以转化为声音的话，我就不解释了，你懂吧啊？或者说呢，你可以通过近距离对吧接触产生共振，对不对？就好比有很多人说比如说很多人有人会用腹语说话。其实呢，可能就是他俗称为肚子会说话啊，就这种。如果说我摸他的身体，通过他身体的震动传到你，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解个码啊，可以来解码，你可以知道他说些什么，也无所谓啊，对不对？这个刷枪刷了个寂寞，没什么寂不寂寞的啊，我感觉还是要能刷出好枪来。他这刷的全都是哈瑞的性感，他把好枪全存起来了，兄弟们啊！这个游戏是可以存枪的啊，有2个枪可以互相存，你知道吗？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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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不小心把 R 吃了，老嘚儿了啊！好，正常是我记得还有一个球啊，我记得还有一个球，对，这个是3球啊，这个球才是正儿八经的球，它一下可以放出3个火星这个小飞碟啊，非常屌。这游戏还有女反派，到目前为止没见过啊。你要说那个外星母体算是啊，对吧？外星这个母体，你要说它算是反派的话，那它是母体，那也就是母体了啊。这个外星母体大脑呢，在第6代的时候呢，也是火星人跟人类都团结，哎，火星人跟人类都团结到一块儿了。有点像那种三体的感觉，就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当你来侵略我的时候，咱们2个有矛盾，但是当你发现有一个更具威胁的人的时候呢，他俩又团结到一起了。火星人跟人类团结到一起，非常的赖啊！好，这个球非常扛干啊！好，组合到一起，这个球再往上一扭。好，金星人到底有没有黑金星？其实啊，像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太阳系里呢，火星有没有人类呢？他们发现了火星上面有水的证据啊，就是最起码是以前是有水。那么根据流失定律的话呢，它的水应该不会流失啊，它的化学物质呢应该深深的锁在它大气层里面。所以说呢，它是有可能是会有某种生命，但是有没有智慧生命的就不知道。所以说专家建议呢，火星的这个土壤呢拿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这个排查啊，要不然会形成这个，就包括大家伙看过很多类似于像火星异种的东西。而这个金星呢也一样，对吧？对吧？咱们这个宇宙呢已经是138亿光年的这个寿命了啊。据可观测的宇宙来讲，就是咱们推测啊，根据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膨胀定律啊。如果这个定律没错的话，它应该是有这么高的这个寿命了。那么按这个寿命来讲呢，那么太阳系形成的最初期，太阳刚产生的时候啊，现在应该是50亿年了吧啊。它刚产生的时候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这个金星啊，它是在当时太阳的这个宜居带的啊。什么叫宜居带？大家伙也就知道啊。现在的金星呢，应该算是一片炼狱了啊。它的温室效应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啊，空气对吧？大气层当中全都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是什么氯化硫，不是什么的啊，我忘记了，反正大概就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就跟人间炼狱一样。但曾经呢，在宜居带的时候呢，这个金星可能也会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存在的这个可能性啊，它应该是可能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金星人也没毛病。但是你要说这个什么水星人，什么你跟我说天王、海王，像这种，尤其是像土星、木星，这个它是气态星球，但是呢，它气态星球，它气态的外壳是气态的，那么它内核是什么呢？也不太清楚啊。你尤其是像木星和，对吧？这个土星呢，非常的，对吧？都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啊，基本上是地球就是遥遥观望的那样的大啊。那你说它那
它那个气体里面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了。你看有很多电影也写这个，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个叫木星上行的吧啊，也是说这个木星里面啊是有这个生命的啊，也甚至是呢，他甚至把地球人呢当成一种就是放牧啊，就是当成一种就是种植。啊，就是要收割的，就比如说你地球上就跟咱们人类现在养猪啊，放牧场，咱们养什么东西，等到一定成熟了之后呢，过来收割一下啊，就是也有这种想法，咱也不知道了。然后再就是说什么呢？你说像什么天王、海王，那么老远，那么冷，那冥王星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那就更嘚了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情况啊。硫化氢是吧？啊，硫化氢，这个有点微崩，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总体上来讲呢，就是，现在肯定是不适合，你至少是不适合这种有机生物生存啊，就是所有人类认为的有机生物生存。但是呢，这个生命啊，它存在呢，不一定说是，对吧？它不一定说是这个，一定是说像人类的这个存活方式。我记得有一种虫子叫什么水熊虫啊。它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都能生存。那有没有一种智能生命，甚至是人工智能生命啊？它可以，对吧？它可以生存，就像这个大黄蜂啊、擎天柱、霸天虎、威震天啥的，是吧？啊，这个也不一定的，是不是哈？这玩意儿没准啊。宇宙之外还有空间吗？这个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假想，它是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来支撑啊，可观测宇宙是。有这个多少亿的这个光年的这个啊这个边界和寿命啊，是这么一个设定啊。好，直接冲进外星人母体，火星人也会害怕，看没见？他也跑啊，他又有逃兵的，对不对？万事呢也是皆有可能。现在呢，科学家不是研究那种就是无限就可以无限生命的那个水母吗？就是按照生物的进化理论来讲啊，就是如果大家伙能理解，按照生物的进化理论来讲，就是如果啊，假如人类是永生的啊，咱们不会出现物理死亡，比如说啊直接被车撞死了，或者假设咱们的寿命呢不被破坏掉啊，不被这个什么乱码七糟的破坏掉的话，咱们是无限生命的，你怎么都不会老的，或者说你会衰老，但是呢你有自我修复程序，你会呢把这个基因序列啊，把这个什么熵增定律啊给改了，你可以直接对吧，就是变成这个年轻状态，重生啊，可以重生。那这有一种水母呢，就是有这种功能。但是呢，这个水母它实际上，如果说啊，咱们这么理解啊，如果它是永生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按照我进化理论来讲，就不会有后代了，是吧？就比如说，如果要是大家伙是永生的话，假设你是永生的，我也是永生的，那么就不会生孩子了呀？你们觉得呢啊？这个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人性的拷问啊，就是说，如果人类是永生的话，那么还有生孩子的必要吗？这兄弟们，你能理解我说的吗？啊，对吧？如果人类是永生的话，还有生孩子的必要吗？对不对？好，看看，气功大师打仗，这个我就说他火星人为什么也要抓这些人质呢？这些人质有什么好的啊？对吧？人质有什么好的呢？对不对？这个熵增定律啊，是现在就是人类发现的，就是最残酷的理论啊，最残酷的理论。就是什么叫最残酷的理论？就是也就是说，熵增定律呢，就是它这个宇宙当中的熵啊，它一定是增加的，啊，一定是增加的啊。但是有没有能力让它减了就不知道了，对吧？就是所以说呢，你要问的话，就这个事很恐怖啊，兄弟们啊。好，穿着花裤衩，好看看。棒，你看这个小兵来 ，come on， 啊，往这一指，这些我跟你说，这个莫顿将军，你看莫顿将军这些士兵啊，也确实是啊，为了救自己的老大，真的是上刀山下火海
啊，对吧？一手刀山火海，对吧？我叫 MC 子龙，对不对？我直播砍曹操的感觉啊！好，看看伤点是可以的，也那就是理论上的。到目前为止，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包括这个能源啊，就是很多人现在对能源呢，就是能源的运用是这个对于人类这个发展文明的这个最狠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比如说现在咱们看到啊、有利用到对吧？有利用到这个对吧？煤炭发热，有利用到这个行星的这个对吧？还有这个月球的引力来发热，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水电站有水电站有煤发电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核电站。包括呢，咱们说就不用说汽油、天然气等等的这种发热方式啊，这种能量运用方式。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核裂变的方式呢，已经运用到了，但是核聚变啊，就是特别难，因为现在还没有可操控的这个核聚变的这个能力啊，就是你要不然就是直接把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就像氢弹一样，要不然呢，对吧？咱们就没有对吧？要不然咱们就没有办法这个。那一点一点的弄，是吧？因为它的聚变能量实在太大了，是不是啊？你也存不住，这个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就是重物质的这个核聚变，就比如说像那个《流浪地球》里面说可以用重物质的核聚变方式啊来实现动力的这个，对吧？实现动力。然后再往后呢，其实最狠的是反物质啊。如果说是反物质的话呢，其实现在是非常难的。反物质就是包括咱们可能有人又说反物质什么暗能量、暗物质这些东西都什么意思啊？反正呢，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反正作为一个中学生啊，理论上来讲咱们是学不到的啊。但如果说你要上了，你要研究这个物理学课题的话，可能会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反正我狼呢也只是道听途说，毕竟我狼的文化也是偏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是看了一些什么这些文章啊，一些科普视频，所以说才积累的这些不成熟的一些这些小知识啊。要真让我说的话呢，我也得系统的学习一下。当然呢啊，这个文化水平低啊，比如说文凭低呢，不代表这个文化低啊，就咱们可以学嘛，是不是啊？反物质的话呢，已经是不是说证实存在啊？反物质的话已经被，对吧？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啊。对吧？有没有自然反物质我们不知道，但是科学家呢已经制造出来反物质。反物质跟正物质来碰撞的话呢，会产生巨大，甚至是巨大的这个能量。但是你要造一个反物质，你要耗费的这个心血和，对吧？和条件相当的残酷。就是说，就比如说你要做几克反物质，或者说，对吧？就那么一捏捏的反物质，你要花费好几亿美元。啊，甚至是上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那你觉得值得吗？啊，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有科学家说有没有那种曲率的啊，那种就是这种效应啊。包括还有人说啊，能不能开启什么虫洞啊，开启一些传递空间呐？人类能不能运用一些？乱码七糟的这种能力，可能有吧，因为咱们现在的想象力啊，想象力比什么力都重要，想象力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像这些事儿呢，就是咱们像咱们这种，就不像那些科学家那种天才啊，咱们没办法，咱们只能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前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对吧？反物质确实是有的啊，反物质现在你大自然存在的反物质有没有？我不知道。人们说啊，就好比就是说什么呢？就好比就是说啊，有人说就是比如说一面镜子，对吧？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的你也在照着你啊。如果当然这是咱就是开玩笑，因为这是镜子本体上来讲，其实是属于一种光的反射效应，对不对啊？反射效应。咱们呢，如果按照鬼神啦、玄学啊，你可以吹牛逼的这么说。但假设啊，如果镜子里面你能把镜子里面里抠出来，有可能会是反物质也说不定。咱们大伙儿看过那个大雄嘛，就是那个哆啦 A 梦里面不就是嘛，从镜子里面可以把它薅出来，然后让它帮自己干活，是不是？或者说人类的影子什么之类的啊？当然这都是扯头的，都是光啊，这都是光的效应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是
就是由于啊这个抓的是 Margot 啊，所以说呢并不是这个女性，尤其是不是艾瑞，所以说并没有福利，咱们就看吧啊。OK。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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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光吗？对吧？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光速是恒定的呢？啊，光速那么的快，但是光速还是有速度的，对吧？这个就很多人也不理解了啊，很多人说超过不了光速，这个大概是这个情况啊。怎么超过光速？对吧？怎么超过光速？怎么实现亚光速啊？咱就说光速了啊，亚光速怎么实现？还有就是就时间的这个问题来讲啊，如果很多人认为时间是虚拟的，是假的，是假想的，是这个线性啊，比如说它是一个线性的东西呢，按照人类呢是把这个线性呢用时间来代替。但是呢，据说是这样的，咱们不管是看过《星际穿越》，还是很多科学家的科普，包括科学家的证实，比如说在现在的空间站上。在空间站上啊，空间站好像是3年做了一个测试，不到3年的时间，它确实比地球上要是快了几秒还是慢了几秒钟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就包括就是比如说引力越大啊，如果它的引力越大的话，它的引力越大，它的这个时间可能就越快啊，可能就越快，它流逝就会越快。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咱们看那个《星际穿越》里面，对吧？他们到了一个全是那个水的星球啊，有那个巨浪那个星球里面，到那个星球上待那么一小会儿，对吧？在外面20年就过去了，对不对？那这个呢，科学家也确实也是证实过的啊，这个是有严密的科学计算的、数学计算的，是证实过的。那么，但是呢，你证实是你证实，但你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啊。那要按照这个理解，那太阳虽然说它的这个没有，按理说它是没有这个黑洞的引力大，但是就太阳的质量的话，根据这个引力，它应该也非常大的，是不是啊？那么它的时间会不会变，我怎么就不知道了。好了，感谢我们的这个叫洛沁的黑奶头赠送的办卡啊，就不多说啊，感谢我们的一手办卡。好，看看这边有这个坦克可以直接把这个 Margot 压死啊！外星人虽然说复制了一些这个复制体，但是呢没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没有什么用啊。太多骗钱的项目了。其实想象力也很重要的。咱们看看啊，那个很早的时候的有一些科幻片儿。或者有一些穿越片儿，你会发现啊，当时觉得，哎呀，怎么可能会存在的东西，现在不仅存在了，还比它好呢，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就说啊，我小的时候，我妈跟她说，她小的时候，她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坐在炕头看电影？后来你看这个电视就有了啊，甚至呢还有什么液晶电视，还有投影。还有这个，甚至以后肯定还会有什么 VR 啊，对吧 ？VR 已经实现了，对吧？还有什么这种对吧？虚拟的这种，对吧？这种3D 投影技术，对不对？啊，再往后就不用多说了啊，可能更真实一些了啊。戴上头盔之后，这个是吧？非常非常的真实，对不对？那就很正常。现在咱们看有那个什么虚幻的那个引擎，玩一些游戏，比如说咱们玩这个啊 FPS 游戏，比如说玩。侠盗猎车是吧？就那种，这种游戏，它虚幻4、虚幻5，那到时候有虚幻10的时候，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对吧？好，在这里呢，咱们是已经刷了900多发 H 的子弹，所以说无所谓，直接一顿走啊。81个手雷，是狠啊！81的手雷。好。后来你看，现在别说电脑、手机，以后是不是更高科技啊？真的啊，都是可以的啊。啊，这个东西都是确实是有这么个东西啊。还有什么？最开始咱们看那个电影《霹雳游侠》，对吧？《霹雳游侠》里面讲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车，人工智能车呢，不仅能跟你聊天，还能自动驾驶，还能怎么样啊？现在想想很简单，我觉得啊，至少是我这辈子是能见到像这个传说中的这个
霹雳游侠那里面那个车那么厉害的，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吧？啊，那小的时候你让这帮人打死他都不带信的，什么人工智能，什么车会说话，你呀谁呀嘞？啊，对吧？好，看看这里面的这个打的还是比较稳啊。反正咱们的 H 这个枪呢，虽然说伤害并没有那么高，但是由于伤害还可以的啊。你看这个小娃娃为什么要露内裤？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啊，日本人做游戏他绝对是恶趣味比较多的，不是我搞黄色啊，真的是你细想啊，真的是这样的啊。好 ，AI 少女，是吧？当有一天有一些人可以1比1的做出这种就是克隆人，对吧？然后呢，对吧？我记得当看那个是黑镜啊，是黑镜还是哪个电影啊？不，还是那个什么阴阳魔界，还是哪一集？还是哪个这种类型啊玄幻的片儿？里面有一集不就是嘛啊？就有一个人啊，他在职场上啊，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猥琐啊，职场上不怎么受重视，他经常会。对吧？就是偷人一根头发呀，或者整点啥，他就可以自己就是复制一个这个人，然后放到他的服务器里，然后他自己进去跟这帮人玩啊。那你想想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你说，比如说现在吧，你喜欢这个女明星，对吧？你把她整到你的服务器上来，然后你跟她发生一个纯真而又美丽的网恋，对吧？你这个事儿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你都有可能的，是不是？对吧？怎么说？对不对？好，我要克隆柳岩啊！我是不太喜欢柳岩啊。我是说就长相啊，咱不说人品啊，我就说长相，就是人是没毛病啊，这个演员的这个人啊，经历啊什么都很励志啊。但是呢，我意思说，我长相我不太喜欢。好，看看前面那个。可以打，对，他不会轻易的反击，他往后一仰的时候，咱们还打不了他。你看这个设定啊，非常逗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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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我操，这个地方就把它卡成这个半浮现状态，一顿突突多赖呀！他又不会攻击咱们的啊。路人骑士前2天解说1v4了啊，解说过了啊。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呢？就比如说交换身体这种，如果啊，就是现在是什么呢？计算机模拟不出来人类的灵魂，就跟那个摄像头根本就再高清的摄像头，它也比不了人眼睛所看到的这种。分辨率，甚至就不能说分辨率啊，它的帧率或者说不是帧率，分辨率或者说是它的清晰度啊，它的这种人眼的这种感觉，咱就不说什么别的了啊，对吧？人的眼呢非常科学，非常科学。好比有的时候你对着一块阴影照相的时候，发现特别暗，根本照不到东西，但人的眼睛站在这个位置就能看到，明白吗？那如果说是这个，对吧？你这个人类的身体。如果你能把灵魂，我记得有个电影叫什么叫《超能查派》，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啊？就是他创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啊，攻克了所谓的这个东西，他可以选择把人类的灵魂转到机器上来。最后这个主角呢，真的是把灵魂转到，把这个主角灵魂转到机器上来，大家会有印象没有啊？这个如果真能把这样的话，我觉得就神学就瞬间就懵了。就是人类的这个灵魂是最难解释的啊。而且呢，灵魂这种东西是不是无限的，对吧？比如说一个蚂蚁有没有灵魂，一个狗有没有灵魂？按理说是有的，人类也是有灵魂的。但是灵魂死掉之后呢，有人说什么六道轮回、转世投胎什么的，我先不说啊。那么你生出一个孩子，这个灵魂是怎么来的啊？它由一个碳水化合物，对吧？对吧？我来自爸爸，我来自妈妈，我俩结合是娃娃，爸爸妈妈我来了。然后他出来之后，这个人就有灵魂，他是善的，是恶的。他是自私的，还是怎么样的，还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不知道啊，他是未知的。这个灵魂很难说，
对吧？有的人他父母都是好人，一家都是好人，他出来就是坏人，他就是有阴暗面。有的人他父母是强奸犯、杀人犯啊、小偷，可是他生出来的孩子非常非常善良，而且最后还成为了一代这个，对吧？这种大侠啊，这种善人啊，你没法说，你说这玩意怎么说啊？这个意思啊。好，跳下来，相信转世这种说法，我肯定不相信。我其实严格来讲，我就是无神论患者啊，不患者对吧？无神论患者，我操，无神论者啊，是这样的，我相信有神，但是这个神不是那个宗教的神，他是造物主，或者说是这个对吧？你懂的啊。就好比刚才有人问我，宇宙的外面是什么？那可能还有天外有天，这个不知道。以咱们现在的这个思绪啊，你没办法说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情况，我们可能是非常渺小的一种东西，也可能我就是个 NPC， 可能我就是一个对吧？一个 NPC， 就像咱们玩传奇似的，对吧？土城那个仓库那个保管员，土城老兵，对吧？是不是？这都很可能啊，对不对啊？可能就是一个假人啊，对吧？你看我狼现在搁这嘣儿叭的，没准就是个假的啊，很正常啊。只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假的而已，对吧？就是好比有很多人有说啊，这个人吃多少穿多少都注定的，对吧？你做这个事儿，你觉得是自己你的想法，你要做这件事儿。比如说我要找他谈对象，我一定要追求他，但事实上呢，这个事儿早就注定了啊，对吧？就是可能在上一个轮回、上一个宇宙这个大爆炸又怎么样的轮回，你就是这么做的呢啊？情况就这么情况啊。好，看看这个大脑是真扛干啊！这个大脑是真扛干，把那么多的燃烧弹、那么多的这个手雷全扔掉了，最后这个 BOSS 还没死。这个大脑感觉好像是铁做的啊，这大脑对不对？这个大脑是铁做的啊。好，刚说完，直接冒绿烟儿，非常的恶心，眼睛都白了啊，这就死了啊！给他，好，那么看一下最后啊，虽然说后半期呢，大家伙说你小狼你也不解说呀，大哥，我解说《合金弹头3》，我不得不承认啊，我说了视频大概得有50个，你们可能不相信，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啊。好，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没啥我不会，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幸仔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视频，那最后还打了这个分数还不少啊，600多万啊，当然是轻版的，最终呢是一命通关。走的路线呢，虽然说并不是那么难啊，但是呢，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也是毕业了。这个游戏这个版本是整个合金弹头当中最难的版本啊，也就不多说了。那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点一下关注，帮忙转发，帮忙评论，多逼逼我狼一下。我们下期再见。